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掌5种富贵纹，年龄越大越享福。看手相是民间常用来判断命运吉凶的一个方法，从一个人双手的色泽、形状、掌纹可以看出其健康状况、性格和命运等等。一个人的气色好，手掌色泽明亮，纹路清晰，那么运气也相对极好。那么什么样的掌纹最好命呢？什么样的掌纹命不好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5种掌纹命最好。有贵人纹。在手相中，如果生命线内侧还有1条或者2、3条短浅的生命线，此纹也被称之为贵人纹。不仅代表身体恢复能力较强，而且命中贵人运极强，早年无所成的有大器晚成之意，中年以后运气才开始越来越好。若是贵人纹呈交叉状，在手相中这种手纹也叫做月带马。男性有此手纹则一生事业有成，遇到困难和挫折通常能够逢凶化吉，晚年名利双收，越老越富贵。女性若有此手纹，通常很有福气，不仅自己运势好，能帮夫旺夫，生活越过越红火。有不动产。手相中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被称之为不动产线，有此手纹的人获得不动产的几率很大。若是不动产线在手掌愈下方出现，那么表示得到房产的机会愈早，有可能是父母赠送或者是自己赚来的，可搭配其他纹路一起参照分析。如果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那么表示此人不动产运非常的好，可以通过搞房地产掌握更大的财运。有钱财纹。钱财纹指的是出现在无名指和小指根部的下面的一些细小的纹线。钱财纹和财运成正比，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钱财纹数量越多，就代表生活中越有钱花，财源不断，赚钱门路多，从不缺钱花。有这种最好命的掌纹的人，一生财运很好，平时会时不时获得工作奖金、意外小奖、分红等等，让人羡慕不已。有元宝形状纹路。人的掌纹中有很多纹路，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一些1线辅助线。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即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元宝手纹代表着财富和财富，元宝形状越大，代表着财产就会越多。有些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这样的人也会很富有。婚姻线延长与太阳线重合。在手相中，我们一般通过婚姻线的条数和位置来判断一个人的婚姻感情状况。如果一个人的婚姻线延长与太阳线重合，那么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富贵手相。有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事业顺利，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若是女人有此手纹，代表着姻缘旺，能嫁给一个有钱的好老公，婚后旺夫，一生钱财无忧，生活幸福美满。命不好的掌纹。生命线断开。生命线是手掌中掌握自己生命的一条线，从这条线能够看到自己一生的转折点和将会经历的挫折。一般生命线都是连续的，如果有中断的现象，或者是纹路不清晰，那么代表着这个人的生命状况不是很清晰，容易得病，而且福禄比较浅薄，甚至会没有儿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若是子女缘浅薄，就表示很难会怀孕。川字纹。川字纹的手纹平时属于比较少见的类型。所谓的川字纹又称为生命线，感情线以及事业线各不相交，形成一个川字。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生活很艰辛，从小坎坷多磨，无法得到家人的扶持和帮助。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打拼的过程十分艰辛。另外，这种手型的人通常都是能力平庸，做事不能持之以恒，半途总是会产生放弃的念头，注定一事无成。事业线从感情线分叉。感情线起于手掌的尾部基部之侧面，横伸向食指下方的木星丘部和中指下方的土星丘之间。
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从感情线的位置就开始分叉，说明这个人做事的风格都是那种比较夸张类型，而且和别人不太一样，做什么都是很努力，有精力，做事有自己的思想，还能够结合别人的意见，所以做事很容易成功，能够很好的利用自己的优势，掌握最一手的资源，所以人际关系很好，人缘好，很容易就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很有成就感。4. 没有神门穴。神门穴是位于手腕处的横纹，从这里反映出此人的子孙运势情况如何。如果一个人缺少神门穴，说明事业经常遭遇不顺，自身都感到自身难保，遇到事情总是表现得犹豫不决，常年在外忙自己的事业，但是儿女运同样浅薄，命势不好，很难改变，遭遇的坎坷比较多，婚姻也不顺。除了手中的掌纹，你会发现许多人的手指甲也是不同的，有人是圆形指甲，也有人是方形指甲，也有人是三角形指甲。那么你知道吗？手相中每种不同的手指甲都有不同的含义，隐藏着一个人命运贫富贵贱。接下来小酱汁继续和大家说说手指甲的秘密。1. 正方外形的指甲。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外形呈正方形状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方面非常的正直，做起事儿来非常的认真负责，属于特别爱岗敬业的类型。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真诚和用心，不喜欢玩弄虚作假，不论做什么都会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事业心较强，收入也比较稳定，财运和收入状况良好。在感情中也是爱恨分明，不喜欢欺骗，所以也能赢得对方的真心，感情顺利。2. 长方外形的指甲。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长方形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温和大方，做事不急不躁，非常的沉稳大气，而且心胸宽广，不喜欢斤斤计较，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和担当力，敢作敢为，内心坚韧。男人长有此种指甲的话，胸襟宽阔，能力突出，在事业方面能成大器。女人有此指甲形状，事业心强，属于典型的女强人，不喜欢依附于人，性格坚强，异性缘也比较的好。3. 百合外形的指甲。所谓的百合型指甲，指的是指甲长得稍长，且中间部位较为突出，并且指甲的四周向内去，看上去如同百合片一般。这种指甲类型看上去非常的漂亮，比较常见于女性的手指甲。不过不论男女，长有此种指甲类型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温和善良，有着很强的亲和力，人缘特别的好，特别的招人待见，朋友较多，桃花运和事业运都比较的顺利。4. 圆外形的指甲。如果一个人指甲形状呈圆形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反应比较快，处事也特别的灵活多变，有着很强的变通能力，为人处事不死板，而且性格温厚，不喜欢争强好胜，属于那种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而且态度非常的踏实稳重，也特别的会照顾人。婚后非常懂得体贴和关心自己的另一半，家庭责任感比较重，婚后也比较顾家，感情稳定，家庭和睦。5. 扇外形指甲。所谓的扇贝型指甲，指的是指甲的形状下窄上宽，但指端部位呈圆弧形状。长有这种指甲类型的人，一般天生体质较好，身体素质好，不容易生病，而且做事执着而认真，有着很强的耐心和耐力，特别的能吃苦耐劳，只要决定的事情，不论再艰难，也会勇敢的去面对和完成。对待感情同样是如此，只要认准的人，就会勇敢而坚定的追求，对待感情非常的专一，属于特别务实的类型。6. 梯形指甲。与扇形指甲正好相反，梯形指甲的重要特征便是指甲的形状呈下宽上窄状，且指头部位的指甲线条较直。长有这种指甲的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都非常的低调，性格也比较的内敛，做事朴实，属于非常务实的一类人，而且思维缜密，做事很有规划和想法，不会贪功冒进，喜欢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感情中也更加注重对方的品行，事业和财运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一个态势。7. 凹凸不平的指甲。如果一个人的指甲一直看上去凹凸不平的话，这种对于自身的运势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若是在某一时间内突然变成这样的话，大多皆由于近期的营养或者饮食不均衡所致，也代表着近期的健康状况不佳，身体方面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而且心思也会变得较为浮躁，做事缺乏耐心和细心，容易因为思考而坏事。狭长外形的指甲，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狭长类型的话，这种人一般具有艺术方面的才华和天赋，相比较物资而言，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想法也比较的不切实际，也特别的喜欢钻牛角尖儿，属于那种具有完美主义情节的人，凡事都力求完美，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事业和财运一般发展较好。好了，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0种短命手，有钱无命享。虽说人固有一死，只是早晚的问题，但谁都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从古至今，有多少的王侯将相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又有多少的百姓寻求长寿的偏方。其实阎王要你3更死，不会留你到5更，所以人生享受当下便足矣。那么从手相来看，哪些人属于短命之人呢？哪些人又属于长寿之人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短命手相。生命线短。在手相学中，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寿命也比较短，因为生命线与寿命息息相关，生命线越长，也就意味着寿命越长。如果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很难长寿。手纹杂乱。如果一个人的手纹比较杂乱，而且有很多细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手纹杂乱的人心思沉重，容易胡思乱想，心态不好，经常会出现焦虑、烦躁和杞人忧天的情况。而心态与寿命息息相关，心态不好也就代表着容易生病，将来很难长寿。生命线中断有连接。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中断有连接上，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生命线中断代表着在中年阶段可能会遭到一些意外和一些严重的疾病，会给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生命线比较浅。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浅，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征兆。通常来说，生命线浅的人也就代表着身体素质较差，容易遭受疾病的侵袭，即便生命线很长，也依然无法长寿。智慧线向下弯曲。根据手相学的说法，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大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情绪起伏不定，容易胡思乱想，患得患失，而且情绪激动，时常会被外界的一些事情所影响。这类人长时间处于悲伤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因为精神类的疾病而导致死亡。生命线呈倒钩状。生命线呈倒钩状的人，平日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胆结石、肺结核、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由于长时间与疾病做抗争，身心俱损，将来很容易早逝，因此在健康保养方面不可掉以轻心。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根据相学的说法，若是生命线的末端有流苏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这种类型的人大多身体机能较差，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换届的时候常常会感冒发烧，在病毒或者是有大范围流行病的时候也很容易被感染。而且这种类型的人比较偏执，不懂得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所以很难长寿。健康线下垂。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线下垂碰到了生命线，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说明健康运势不佳，容易短命，甚至还会死于非命。这类人平时一定要谨防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同时也要远离是非和危险的地方。生命线末端有星星。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很多星星的记号，这种手相也很不吉利，说明容易被疾病缠身，容易发生意外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出许多。比如交通事故、人为伤害、天灾人祸等等，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和健康。生命线有缝隙。如果生命线的中间有缝隙，并且缝隙比较大，这种手相也是非常不好的。生命线有缝隙，也就意味着命运坎坷多磨，将来多灾多难，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长寿手相。手掌很厚实，很饱满。
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2. 手掌丰满红润。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3. 手指纤细。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着这样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4. 掌心有痣。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的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5. 食指与无名指等长。一般的人食指都会是最长的，但只是大部分。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说明此人天生有福，属于长寿之人，一生福禄寿全，好运不断，靠着自己的天资聪颖，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更成功的事业，更幸福的家庭。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而且自身的福报深厚，愿意帮助别人，创造了很多的幸福。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雷锋。6. 生命线很深很长。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生命线不仅很短，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的生命力不强，抵抗力差。而通常来说，生命线很弱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这样的人连自身健康都无法保障，如何可以长命100岁呢？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所以这样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7.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长寿人的手纹之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患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第2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100岁，一辈子好运。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说明你的运势很好。8. 生命线旁边有支线。
在手相图解生命线中，如果生命线的旁边出现了一个支线，这条线就是负生命线了。一听到这儿，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负的只有在正的缺席的情况下才能够派上用场。其实就跟这性质差不多，负生命线就在生命线出现变化，自己遭遇不测的时候，负生命线就担负起保护主人的重任，让他在危险中脱身。这样的人总是会比别人幸运一些，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不作死，活到长命百岁也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活多久都是有命数的，如果一味的纠结能活多久，反而是种痛苦。人生在世，活一天就要精彩一天，这样也不枉来人间。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手有此特征，一生劳碌难享福。有的女人的命特别苦，一生都是劳苦命，结婚之前就在家里不受父母的宠爱，在结婚之后还要伺候自己的老公，还有婆婆，生了小孩也不得安宁。毕竟照顾小孩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儿，所以这样的女人基本上都没有过几天安宁的日子。而这些女人的手相往往都有相同的特征，在相学中称为劳碌手。那么女人劳碌手有哪些特征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手指之间的缝隙大，一般这种女人是存不住钱的，因为在花钱方面比较大方，天生下来也没有福气，注定是劳碌的命运，做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不然很难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下来。而且身边的贵人没有太多，遇到问题的时候只能独自一人扛下来，再加上手指缝隙大，存不住钱，根本不敢停下手中的工作，手指干瘦无肉，就是一个劳碌命运的表现，未来的一生自己都是很辛苦的。二、手指弯弯曲曲，这也是一种劳碌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叫做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种女人在工作上都是埋头苦干，不过命运有时候会变的，有时候自己的努力就会得到好运。这类女人要珍惜好身边的朋友，因为有些困难是一个人扛不下来的，自己也要把握好时机，不然就注定是一个劳碌的命运了。有的时候自己对于机会不好好把握的时候，可能自己的未来真的就是非常累的。三、事业线较长，事业线很长的女人也是辛苦的命运。事业线较长的女人一般比较劳苦，难有养尊之福。事业线代表着一个人事业的走势，如果一个女人的事业线比较长的话，则说明这类女性朋友是事业上面的女强人。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多半也是性格比较强势的，她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与人争辩，会因为要奋斗事业和性格的原因而错失生活中的一些精彩，也会因为事业而错过忽略一些良缘。所以这类女性朋友虽然会在事业上面有一番成就，不过她们的家庭多半是不能够美满如意的，基本上老公也是不能帮助一下自己的。四、有漏财纹的手相，如果女人是手中有漏财纹的，这样的女人财运是不好的，甚至会出现漏财的情况，即使自己有能力赚到钱，也会让财富流失的，导致了自己日后的生活很不好。这样的人在事业方面也不能有很好的发展，因为他们做事的态度是不好的，不能认真的处理好问题，所以也会给领导和同事不好的印象。如果公司要裁员的话，他们肯定是第一个被裁出来的，命运特别的苦。五、事业线凌乱弯曲，事业线比较杂乱的女人就是很辛苦的。其实一般来说，事业线比较直，说明这个人事业运势是不错的，命中会遇到贵人帮助，在你困难的时候他们会给予帮助。但是事业凌乱或者弯曲的话，就注定是苦命人，一辈子多败少成，注定难赚大钱，就算赚到钱也会很快的花掉，因为这类人自控能力不强，花钱总是大手大脚，完全不会节制，就算能够勉强控制下来，攒下来的存款也不够日常开销，所以一生当中都在为了碎银几两而奋斗。七、拥有反抗手纹，手上有反抗线的女人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命令，也不喜欢听他人指示，尤其倘若线长，一旦被束缚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抗。像这样的女人适合搭配一个性格温和或者年纪小的男人。
否则多半是老公受支配却不服气。这种手相的女人有正义感，又喜欢辩论，不肯认输。倘若智慧线良好，做律师、法官都会有成就。倘若有2条反抗线，则不是很好，容易一事无成。8. 拥有断掌纹。人们都说女人断掌是不好的，认为这样的女人会克夫的，因为这样的女人在平时的生活中相当的强势，只会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样对于他们的事业方面是有一定的帮助，容易让他们成功的。但他们为人处事方面相当的前进，不懂得变通，不会如何跟他人相处，所以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一旦感情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对丈夫很多方面造成影响，最后会让自己过上很贫困的生活。9. 事业线深。此类女性性格强势，做事方面踏踏实实，事业方面会被领导看重，但是犹豫性格过于强势，极其容易给周围的人造成压力。这样的女性一生大多辛苦劳碌，不得清闲，工作上虽然收入较为稳定，但却难得大富贵。10. 事业线从生命线的后半部开始延伸。手相中若有此手纹的女性，女强人占多数，在事业中会像男人一样的拼搏，做事稳重，能力较强。拥有此手相的女性想获得成功，付出的努力往往会比较大。在婚姻方面对待家人也很强势，容易产生家庭矛盾，从而导致婚姻生活不幸福。11. 穿掌女。这类女人一般都是辛苦命，女人撑起家的天，没有个强大的丈夫可以依靠，只能凡事依靠自己，一生操心有操劳。但是穿掌是事业有成的标志，放在女人身上也不会太差，至少能够凭借自己的强大和努力逐步改善生活。12. 手的指节很大。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生得比较粗糙，而且骨节很大，那么可能会是一生比较辛苦，而且婚姻情感多不如意，难以有幸福的生活。13. 生命线长但不够深刻，也就是说手中的生命线能够延伸至手腕线，但是整条生命线看起来相当的浅薄，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随时会断裂一般。这种生命线代表的就是命主所拥有的生活节奏非常紧凑，总是马不停蹄的忙上忙下，忙东忙西，很少会有清闲的时刻。不过虽然一生辛苦操劳，倒是也能够获得相当稳定的生活，这一生自己的运势都是比较好的。14. 手指上存在竖纹。大多数的手指上拥有的纹理都是横纹，特别是每一个指节关节位置上的横纹更是十分明显，这也使得出现明显竖纹的手指比较少见。而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忙碌，尤其是自己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特别是出去大拇指之外，其他4根手指都有着竖纹存在的话，便是相学中常说的劳碌手。其人一生都需要为了生活而不断打拼，这样的人回答拼一个属于自己美好未来的。15. 事业线比较浅薄。手中的事业现在过于浅薄，意味着其人虽然拥有适合自己的事业，但是能够通过事业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就并不容易，必须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付出努力才可以。这类人在工作中可以说相当的辛苦，毕竟他们的事业运不是很稳定，若是想要确保事业无忧，就必须付出比他人更多的努力才行。只要自己付出努力，那么自己未来的收获就是比较多的。16. 手掌干瘦。当整个手掌从外形上来看过于干瘦无肉的话，就意味着其人在生活中是一个过于操劳，总是闲不下来的人。干瘦的手掌足以体现出其人对于工作的重视，或者说总是喜欢做些什么，而不是好好的休息休息。这类人的事业运整体来说不算差，对于自己未来的影响都是不错的，但是个人的财运却称不上多么出色，因为从手相上来看，手掌无肉就是无财的象征，特别是皮肤不够红润，更是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横财，未来自己的发展就是会比较好的。总的来说，以上几点就是劳碌命的手相特征了，不过不要灰心，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运气光顾的永远是那些肯努力的人，虽然在努力的过程中有些艰苦，但是忍一忍就没事了。成功都是被逼出来的，没有谁天生就是衣食无忧的，而且有一个词儿叫做相由心生，你为人正直的话，运气自然会来找你。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